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频道。如果说第一次合作靠的是新鲜感，第二次合作靠的是熟悉度，那么到了第三次搭档，真正让观众上头的，往往就是那种不用刻意解释的默契。丁禹兮和邓恩熙在《花开锦绣》中的互动，之所以容易让观众产生甜得很自然的感觉，并不只是因为剧本安排了多少浪漫桥段，更重要的是，两位演员已经经历过前2次合作。熟悉彼此的表演节奏之后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停顿，甚至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，都更容易接得住。戏外，两人相处时的轻松状态，也让这种熟人感延伸到了片场。丁禹兮与邓恩熙之间的称呼和互动比较自然，没有明显的距离感。这样的关系放进剧情之后，反而容易形成一种特别舒服的观感，不是每一次靠近都需要强调甜，而是人物之间本来就存在信任。所以，花开锦绣的第3次合作，更像是一次默契成熟后的再次升级。很多观众看到剧中的亲密戏，第一反应可能是，两个人真的太有 CP 感了。但镜头里的几秒钟，背后往往需要演员和导演反复沟通。看似自然的一次靠近，其实可能经过多次走位、情绪调整和镜头确认。真正高级的甜，不是把所有动作都做得轰轰烈烈，而是让观众在细微变化中感受到人物关系正在发生改变。据公开报道，导演邓科在亲密戏的设计上相当细致，甚至把吻戏拆分成多个步骤，整理成类似小抄的拍摄提示。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有些可爱，却恰恰说明剧组对细节的重视。对于演员来说，这些具体提示并不是限制发挥，反而能够帮助双方更准确地找到人物当下的情绪位置。因为真正让观众觉得自然的亲密戏，并不是单纯把演员安排到一起，而是要考虑人物当时的情绪、动作的先后、镜头角度以及表演尺度。尤其是感情戏，少一点刻意，多一点克制，反而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观众如今对工业糖精越来越敏感。一个镜头到底是真正服务剧情，还是单纯为了制造话题，往往很容易被看出来。花开锦绣的优势就在于，亲密互动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建立在人物关系和剧情推进之上。当一个眼神能够接住另一个眼神，一个停顿能够传递出人物没有说出口的情绪时，所谓 CP 感才真正有了依据。所以，这些幕后准备看似琐碎，实际上决定了最终画面的质感。观众看到的是几秒钟的心动，而演员和导演需要用大量时间，把这几秒钟打磨得足够真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些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瞬间，才更容易留下记忆点。尤其是爱情戏，如果演员只是完成动作，却没有人物情绪，画面很容易变成为了甜而甜。反过来，如果每一个动作都建立在角色关系的变化之上，那么一个简单的靠近，也可能让观众感受到人物之间的心动。这也是花开锦绣相关片段容易引发讨论的原因之一。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吻戏，而是人物关系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，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回应。比起浪漫的吻戏，病榻相拥这样的场景其实更考验演员。据公开信息，这场戏曾经 NG 7次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只是几十秒，但演员需要在有限的镜头里同时处理情绪、动作和人物状态。尤其是相拥这个动作，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非常容易出现问题。如果抱得太用力，人物状态可能不符合剧情；如果动作太轻，又很难让观众感受到情绪重量。再加上镜头距离、演员走位以及情绪连续性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最终效果。7次 NG 并不意味着表演不够好，反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，剧组并没有满足于差不多能用的版本。对于爱情题材来说，真正高级的甜并不是让角色一直撒糖，而是在关键时刻让观众相信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心疼，为什么会靠近，为什么一个拥抱就足够表达很多话。如果这些问题能够通过表演被观众感受到，那么镜头即使没有大量台词，也依然具有感染力。花开锦绣播出期间，主创陪看直播中的一些互动，也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。
当剧中出现比较亲密或者让人害羞的片段时，丁禹兮和邓恩熙被网友注意到出现同步害羞、红温的反应。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传播后，阅读量达到100万级别，进一步推动了观众对这对搭档的关注。不过，这里更值得看的，并不是简单把演员的害羞反应解读成现实关系，而是这种戏里戏外形成反差的趣味。戏里，两个人需要完全进入角色，戏外，他们又会以演员本人的状态面对自己的表演。观众看到这种反差，自然会觉得有趣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演员在直播中的害羞、互动或者默契，只能说明现场气氛轻松，并不能直接证明现实中的感情关系。对于娱乐内容来说，保持这样的边界，反而更能让讨论持续的健康、真实。回头看丁禹兮与邓恩熙的第3次合作，会发现所谓高甜默契其实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背后有过去合作积累下来的熟悉，也有导演对镜头语言的细致设计，还有演员面对复杂情绪时不断调整的耐心。吻戏需要拆解，病榻戏需要反复 NG， 直播时又会因为看到自己的表演而害羞，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观众看到的最终效果。更重要的是，观众真正喜欢的并不是单纯的发糖，而是能够从角色关系中找到甜的理由。如果两个人只是站在一起就被强行包装成 CP， 很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，但当人物关系、剧情发展和演员表演能够互相支撑时，观众自然会愿意投入情绪。因此，花开锦绣的3搭效应值得关注的地方，也许并不是第3次合作所以一定更甜，而是两位演员经过一次次磨合之后，已经能够把熟悉感转化成镜头里的细节。这才是所谓默契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它不是一句宣传口号，而是藏在眼神、停顿、动作和一次次 NG 背后的结果。你觉得丁禹兮和邓恩熙这次在花开锦绣中的默契，究竟更多来自3搭之后积累下来的熟悉感，还是导演邓科对人物情绪、动作节奏和镜头细节的精准设计？其实，真正让观众觉得甜的地方，也许并不只是吻戏本身，而是两位演员经过多次合作后形成的信任感。当演员彼此熟悉，就更容易捕捉对方的情绪变化，一个眼神、一次停顿，甚至一个不经意的靠近，都可能让角色关系变得更加真实。而导演对细节的打磨，则像是在这种默契之上再加了一层放大镜。病榻相拥 NG 7次，吻戏提前准备小抄，看似都是幕后花絮，却让我们看到一个镜头真正完成之前，需要经历多少次调整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观众最后看到的几秒钟，才可能产生比台词更多的情绪冲击。那么，病榻相拥 NG 7次，吻戏小抄，还是陪看直播时两人的害羞反应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幕后细节？你认为这些细节是真正让 CP 感成立的关键吗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，也可以告诉我们，如果未来还有机会再次合作，你最期待丁禹兮和邓恩熙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？是继续甜蜜路线，还是尝试一部完全不同风格、更加复杂的作品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观看、点赞和支持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幕后故事，别忘了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